上星期2026年 F1 Shakedown Test 試車測試冇直播，冇記者入得，冇數據，去到最後只係得少少圈速同埋里程數字睇。但網上已經開始有人話邊隊最快，邊隊炒車，邊隊今年玩完。問題就係呢啲神秘測試其實應該點樣睇呢？今日呢，同大家一一分析呢個神秘測試嘅資訊。條片呢會分3部分。首先呢，我會同大家解讀測試嘅數據，睇下之後嘅季前測試有咩數據值得睇，有啲咩呢可以直接 skip。第二呢，就講下26年大改例之下，好多車隊不約而同出現嘅設計趨勢。最後呢，我就會簡介部分賽車嘅空氣動力設計，更加呢同大家一齊聽下唔同車隊車手呢新年有咩睇法，邊個樂觀有希望，邊個爭少少冇乜信心。我係阿 Ken， 歡迎嚟到 F1 舊噏。我哋喺賽季期間會對 F1 各個議題作出深入分析，由比賽策略、車隊研發到場外嘅政治角力，我哋都會用數據同埋圖表輔助，同你逐樣拆解、逐格分析，用廣東話呈現車隊同埋車手嘅真實發言。而喺休季期間，我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唔同有關 F1 嘅資訊。如果你想睇比直播畫面更深一層嘅 F1， 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咁我哋就 Let's go！其實每年去到呢啲時間，我哋就會見到中外傳媒嘗試喺唔同資訊方面拎一啲嘢出嚟變成一啲有意思嘅解讀，從而了解到各支車隊嘅成績去到邊，預測開季嘅成績。其實感覺就有啲似瞎子摸象。其實喺公眾可以索取嘅資訊當中，有一啲冇咁重要，但係一啲比較重要。所以首先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應該點樣喺呢啲季前測試進行有意義嘅解讀呢？第一樣就係最快圈速，睇下就算啦。喺一個咁季初嘅情況之下，車隊講緊仲有成6日喺巴林測試嘅時間，再加上今年新 PU 例同埋車架例，面對住咁多嘢都係新嘅，車隊有好多都係新嘅設計。因為架車一日未落地，一日都唔會知道喺現實運行有咩問題，所以車隊主要圍繞穩定性進行測試。我哋就會話車隊喺度做自己嘢，行自己嘅 program， 即係佢哋有一系列嘅測試計劃，可能某個油量、某個電能嘅發放模式，甚至係唔同嘅氣動力設定，模擬唔同嘅設定喺度試。而各支車隊用緊咩設定，推到架車有幾盡呢？呢啲我哋係無從得知㗎，所以我哋好難直接拎賽車嘅最快圈速嚟比較，因為我哋唔會知道係喺咩條件下做出嚟嘅。再加上有啲中下游車隊為咗吸引眼球、吸引贊助商，有時就會跑下 Glory Run， 即係喺測試期間用排位 mode 令到賽車圈速快過其他隊伍。但係呢啲成績完全就唔反映之後嘅實力。咁第二樣就係測試里程先至重要。喺季前測試當中，尤其是今年新引擎例，賽車喺測試期間嘅里程做到幾多個圈，做到幾多公里係十分重要㗎。賽車除咗要快之外，穩定性亦都係非常重要。如果賽車穩定，測試期間冇咩問題出現，自然完成到嘅里程就會高，反之亦然。高里程除咗係賽車穩定性嘅彰顯之外，更加代表住車隊收集咗幾多數據，拎到翻車廠分析，從而推進研發。今年賽車除咗空氣動力之外，動力單元點樣發放同埋儲存電能，點樣管理呢個電量，成為咗最重要嘅一環。所以里程高，自然就可以拎多啲數據翻去，絕對有優勢。當然，尤其去到測試嘅後段，即係當成部車唔同嘅部件都試勻晒啦，車隊就會可能做一啲模擬排位練習，睇下賽車需要點樣暖得起條胎，輪胎溫度狀態維持係點，賽車嘅反應同埋俾到車手嘅感覺。而除咗模擬排位之外，當然亦都會有比賽嘅模擬啦。咁所以第三樣就係睇圈速，要睇埋成個 stint 做緊幾多個圈，要知道啲賽車喺度做緊咩模擬，或者要知道佢咩油量。有2個方法嘅，第一就係睇下加速嘅數據，第二就係睇賽車做緊一個幾多圈嘅 stint。即係好似上年季前測試咁樣，我哋可以留意到3隊季前車隊，麥拿倫嘅 Lewis、法拉利嘅 Leclerc 同埋平治嘅 Kimi Antonelli 分別都喺第2日嘅中午下午時分做緊啲重油比賽模擬。最抵死就係3隊都喺差唔多嘅時間做呢件事，環境條件差唔多，令到3隊之間嘅可比性超高。呢個 channel 嘅第一條片都有提到，結果經過一輪計算之後，尤其將佢哋圈速計翻起巴林比賽距離57圈嘅估算，就會得出巴林3隊喺同一個環境下比賽，麥拿倫會喺同一場比賽入邊快過法拉利同埋平治35、36秒。雖然去到2個月之後真係比賽嗰陣，差距都收窄咗好多。最終巴林站嘅冠軍 Oscar 領先平治嘅 Russell 15.5秒，贏快啲嘅法拉利19.8秒完成。但係我哋安在家中，另外一啲公開嘅數據都可以推算到各支車隊嘅差異，其實都真係幾好玩。
我亦都會喺之後2次越嚟越公開、越嚟越多資訊嘅測試入邊，嘗試揾下唔同嘅蛛絲馬跡，同大家了解下車隊之間嘅差距。不過講咗咁耐啊，我哋要將啱啱講嘅嘢應用落上星期進行嘅私人秘密 Shakedown Test 就好難嘅。相信大家都知道，今次嘅 Shakedown Test 極度神秘。首先咧就冇電視直播，咁啊本身都諗住可以睇下在場記者嘅文字直播啦。但係點知原來咧所有記者都係冇得入去，仲要記者、車迷、content creator 想喺附近嘅高位度睇都係唔得，會有保安趕走嘅。唯一就係咧每日 F1 官方嘅片簡介下，再加埋咧車手同埋車隊人員訪問。只不過咧條片嘅內容一直都係走講咗等於冇講嘅風格，勸速做緊咩唔知。每架車本身做緊咩 sting 唔知，本身啊連每隊嘅總里程都係唔知噶。不過好彩咧，成個 Shakedown Test 完咗之後咧，都開始有啲非官方嘅數據走出嚟，包括咧各支車隊做咗幾多里程，同埋咧有呢個非官方最快圈速。啱啱都提過啊，最快圈速咧拎到係威，但係咧就冇咩代表性嘅。跟住咧仲有各支車隊喺5日測試入邊，各自揀咗出場嘅3日所做到嘅里程表。都用平時做到500圈，2328公里登上榜首。以呢度個比賽66圈嚟計算，即係等於7.5個比賽距離。快呢就竟然排到第2，做到437圈，2035公里，都叫做到6.6個比賽距離。而當中最估唔到呢，就係 Haas 排到第3，成個測試做出390圈，1816公里。令到有3隊用緊嘅快利動力單元 PU 里程都排到第2。咁第一咧就係屬於有4隊用緊，不過咧只有3架車出現嘅平治動力單元。大牛細有2隊用緊嘅 Red Bull Powertrain 就排第3。得一隊 PU 廠嘅奧迪同埋本田咧，就奧迪排第4，本田咧就包尾。同埋所有出席嘅車隊都做到1個比賽距離或者以上。馬田去到第4日先有部賽車拎出嚟，仲要據報道指出，佢哋跑咗4個圈就遇到機件故障，提早收工。嗰307公里總里程，大部分咧都係 Alonso 喺最尾嗰日做出嚟嘅。一陣咧我就會講多啲。我之前成日都話2月季初往往都係車迷變成空氣動力學專家嘅季節，不過可能得我係咁啦，所以希望呢條片可以作為一個導讀，導下大家入坑。呢個作為一個車迷喺未有比賽嘅時候學識欣賞賽車車架氣動力設計係睇 F1 其中一個好玩嘅位嚟嘅。而喺2026年嘅賽車設計上面，我哋見到多支車隊都有比較類近嘅特點。首先就係之前提過嘅 High Wake 設計 ，Wake 即係指賽車向前嘅俯仰角，即係賽車會傾向頭低尾高。不過呢部紅牛 Haas 平治呢個其實係22年之前嘅設計特點，因為咁樣賽車車尾嘅空間就會大過車頭，空間大咗，但係氣流速度一樣就會形成真空區域，又可以製造翻文氏效應出嚟，嚟到補翻車底文氏通道空間被縮細，隨之而減少嘅車底下壓力。跟住就係唔少車隊都用翻 push rod 頭懸掛 ，push rod 即係指呢條懸掛喺架車受力嘅時候會向上推入部車，頭懸掛嚟講就會八字形咁樣，而 pull rod 就即係調翻轉啦，反轉八字咁啦。因為兩個設定最大嘅分別就係會影響賽車懸掛系統擺高啲定係低啲。上代賽車因為車底平均咁樣貼地好重要，所以車隊會為咗減低車頭重心轉移，主要係用 pull rod， 而 push rod 咧就能夠騰多啲空間出嚟，令到氣流咧更加順暢咁樣入到地板前緣。睇呢部花你就知啦。如果用 pull rod 就會係咁樣，就會冇咗呢個空間俾到氣流入。同埋有一個唔太喺工程師腦入邊嘅優點，就係車房手足要調節懸掛換嘢都會容易啲，因為啲嘢會喺晒上邊，容易落手啲。所以話點解啲整車佬好憎啲工程師呢？不過 Cadillac 同埋 Alpine 仲有早2日 Shakedown 嘅 Williams 就用 pull rod 嘅頭懸掛系統，而大部分車隊喺側箱設計上面都採用咗一定程度嘅 undercut， 唔係比賽策略先入站換胎個 undercut 啫，而係將側箱底部削入去，令到氣流留喺車嘅兩側同埋 floor 上邊，導去車尾板同埋 diffuser。呢個設計方向基本上已經變成標準做法。不過呢個設計就分咗激進派同埋中庸派。跟住就睇埋成個 sidepod 嘅形狀，大部分車隊嘅 sidepod 都係向下傾斜，形成明顯嘅 downwash， 將氣流導向車尾 diffuser。呢個設計其實就唔係新嘢，係由上代賽車慢慢演變過嚟嘅。嗰陣時 Ferrari 同 Haas 採用個 upwash 方向，將氣流向上帶，集中導入邊 wing 下梁翼附近，增強尾部嘅下壓力。不過隨住研發大戰進行，嗰個設計天花板唔夠高，比唔上以 Red Bull 為首嘅 downwash 設計咁有效率。
喺24年就陸陸續續轉晒做 downwash 嘅設計。去到今年，除咗 beam wing 被規則取消，冇咗嗰塊翼可以配合 upwash 呢種設計咧，就更加冇咗嗰個存在價值。最後咧，想講 shark fin 鯊魚鰭都係今年重現嘅共同設計。呢個喺引擎蓋上面嘅氣動力部件，今年 F1 11隊有10隊都採用，連威廉士張電腦圖都有啊。係唔知咪得 LP 冇 shark fin 嘅啫，原因就係因為 F1 PU 嘅組件越嚟越矮，可以做得比規例容許嘅低，尤其是喺車尾部分，令到引擎蓋上方多咗空間可以發揮，善用呢個空間嚟做 shark fins， 穩定經過引擎蓋嘅氣流，喺賽車遇到側風或者快速變向嘅時候，好有大作用。嚟緊之後嗰幾節，我會針對其中3隊車隊，簡介一下佢哋部賽車設計嘅特點同埋實地測試嘅表現。我都會依我資料搜集嘅理解，嘗試解釋一下各部件有咩作用。希望經過我講解之後，大家會對成部賽車各部分空力嘅目的會有更多理解。不過人腦咧始終就唔係電腦，就算肉眼睇到賽車嘅氣動力部件有幾靚，幾多設計特點，幾咁細緻都好。同時我哋都係唔知道賽車嘅平衡係咪好，因為呢個咧係要計數嘅，所以有多巧思嘅設計未必一定代表咧部車會有好表現，反而有時一啲下游隊成績未必好，但可能咧會有啲好嘅設計，令到其他車隊決定抄功課，將呢啲元素融入自己架車入邊。注意啊，唔係直抄啊，因為咧係冇可能直抄噶，你都要融合翻，配合翻自己架車成個設計理念先得噶。所以我喺度要頒布氣動力欣賞守則。喺欣賞 F1 唔同車隊嘅賽車設計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嘗試代入理解每隊想解決咩問題，而唔係每隊睇落去設計最好就一定係最快。所以懇請喺度大家跟我講一句：空氣動力設計唔代表成績，空氣動力設計唔代表成績。咁嚟緊呢幾節呢，我就會拎幾隊嘅車隊嚟講下，分享一啲我覺得有趣車架同埋氣動力設計特點。其實我都係學緊睇㗎，有好多資料咧都係參考網上多位嘅 F1 大神。希望我盡量講解，導到大家入坑，欣賞一下 F1 賽車工程師嘅心血啦。今年大熱門嘅平治喺測試當中繼續有高水平嘅發揮。首先我哋可以睇下賽車設計，平治除咗啱啱提到嘅前推桿懸掛、downwash side pod 同埋鯊魚鰭 shark fin 之外，仲有上星期好多人講，我上條片都有提到嘅 mouse hole 老鼠窿呢個位置喺底板尾段嘅窿，將側箱嘅外圍氣流引入 diffuser 嘅外圍，可以加速離開 diffuser 嘅氣流，同埋分開尾轆亂流，加強 diffuser 嘅效能。開頭直頭有人將呢嚿嘢形容為 double diffuser 2.0。多方傳媒嘅講法咧，都係話呢個設計相信就合法。後懸掛嘅連接點 set 得比較高，似係因為空氣動力原因而咁樣設定。之後咧，我哋可以睇下呢個側箱入氣口 side pod inlet。之前車花發布嗰陣，部車唔係咁噶，但去到 shakedown test 嗰陣，就明顯見到有翻呢個 overbite 嘅設計。呢個設計延續上來收尾呢幾年 overbite 同 underbite 相比，即係進氣口上方會比較突出。相信咧就係等到多啲氣流由 side pod 頂經過，配合翻 downwash 設計，協助翻氣流可以流到車尾嘅 diffuser 頂。另外咧，再想講下懸掛啦，呢部 W17 喺前後都用推桿式懸掛，其實後懸掛咧早幾年都係以拉桿式為主，後面所有阻離器torsion bar 都喺下邊，重心係比較低。但係咧，今年50-50嘅油電比例，意味住賽車電池同埋電能摩打都會重咗，所以利用懸掛嚟降低重心呢個優勢細咗。而 push walk 喺車尾都繼續帶嚟啱啱講嘅兩個好處，第一就係設定啦。上一條片我都係引述馬來倫車隊人員講話，今季賽車懸掛設定多變，需要容易啲設定，絕對可以幫助車隊適應呢個賽季嘅唔同賽道。而另一個優點就係氣流啦。咁呢個位嘅懸掛，如果係 pull walk 嘅話，就會咁樣 set 嘅，咁樣就會阻住啲氣流去到 diffuser 嘅中間部分。因為今年冇咗 beam wing 啊嘛，咁所以咧一定要做好中間呢個位。仲有我哋睇下懸掛呢嚿嘢啊，其實都只係一個碳纖維嘅套。車隊可以喺度做少少氣流，等到氣流可以打得好啲，落到底板嘅尾部。呢個咧就我睇 F1 常見嘅 risk reward 取捨啦。世界上咧好多時都針冇兩頭利，只有適合同埋唔適合。拎翻呢個例子嚟講啊，本身你用緊 pull walk 就有住重心低嘅優勢，喺成部賽車都要貼近地下嘅地面效應年代，咁咪啱數咯。咁但係嚟到呢一代咧，車隊就需要考慮翻唔同嘅方案，各自能夠帶到咩好處，同時有咩缺點。原來今代賽車重心低帶嚟嘅優勢，冇氣流同埋設定上帶嚟優勢咁多，所以就因時制宜，唔好俾過往嘅意念綁住。呢樣嘢喺一個越嚟越多變嘅社會顯得嚟更加重要。
其次咧就係喺測試期間做出嘅最高里程，喺3日當中，兩位車手一共做出500個圈，圈速時間方面亦都唔失禮。根據 Sky Sport 報導嘅非官方最快5大圈速，平治由羅素做出1分16秒點445，排名第2。仲有呢個成績咧，唔係測試入邊最尾一日先做出嚟噶，因為平治分別喺第1、第3同埋第4日進行測試，而冇喺場地狀況最好嘅第5日測試。雖然都話最快圈速唔代表啲乜，但係都睇到咧賽車唔係慢嘅，加上穩定性又高。羅素喺測試期間咧就咁講：咁啦，我哋只係揸咗架車3日，仲係好初期階段。不過學 Toto 話齋，架車睇落暫時唔似係一 pass， 呢點已經算係好消息。佢應該自抽緊22年嗰部嘗試用 Silverport 設計嘅賽車。佢另外咧有呢個總結喎。我哋而家喺實車度見到嘅空力數據，同模擬器入面見到嘅係一致嘅架車嘅操控感覺，亦都同模擬器入面嘅感覺相符。對於我哋成個車隊嚟講，呢種情況其實自21年之後就冇真正試過。大家都知道啦，平治喺上一代氣動力嘅規則當中慘遭滑鐵盧，去到上年先能夠稍稍收復失地，車隊拎翻第2名。但係快咧就唔知自己點解快，慢咧就更加唔知啦。喺賽季咁早嘅情況之下，車隊已經有咁嘅睇法，加上平治喺3日測試入邊做到全場最高嘅里程，可靠性毋庸置疑。開季平治嘅表現咧，值得期待啊！而講起值得期待，7屆世界冠軍咸美頓對今年法拉利呢部 FZ26 都充滿期待。喺測試期間，佢曾經咁講：係啊，呢個星期我都真係好享受。老實講，我諗我哋冬天做咗好多嘢，最終見到我哋呢幾日做咗好多里程，真係要歸功於喺車廠啲人嘅努力。我真係非常感恩，因為有穩定性，冇咩問題出現。當然都有好多細節嘢要調校啦，但係我哋都冇咩試過搞到出唔到車。跟住咧就講到部車俾到佢嘅反饋，佢咧就好開心咁樣講。講到部車嘅平衡同埋 feel， 我哋今年賽車同之前比少咗好多下壓力。今代賽車其實更加好玩，會傾向甩下尾同埋跳跳地喺度線，但係比較容易捉到佢路。係啦，我會話肯定更加享受揸呢架車，但係當然我哋都有好多嘢要改善，同其他人一樣。而喺21年同鹹爺為咗個冠軍爭到你死我活，以前4屆冠軍維斯塔本據聞就話覺得鹹爺架車好似飛緊咁樣。如果睇翻 Shakedown Test 法拉利使用嘅 SF26 嘅設計，由頭開始睇起，臂頭支撐呢個位一個睇落好立體嘅設計，中間呢個窿睇落好似前闊後窄，由側邊影埋去，估唔到呢個位整到咁長喎，擺明係有空氣動力作用啦。而頭翼主動空力控制裝置呢個 actuator 就喺正賽車正中心鼻下邊嘅位置，同大部分車隊中意放兩邊唔同。跟住講到頭懸掛，經過1年對前拉桿式懸掛嘅探索，法拉利頭懸掛中意用翻推桿式設計，有啲嘢大家明啦。其實上年只用 pull rod 頭懸掛呢個決定真係難以理解，仲要效果咧明顯就唔好。尾懸掛方面咧都轉用埋推桿式，跟住喺底板之前，我哋可以見到賽車車身同埋底板前緣嘅 tyre wick deflector， 中間有一個好似懸掛支架咁嘅結構，呢個位咧就有啲古惑，唔似係純粹用嚟做支撐，或者係啱啱係兩樣之間。反正要支撐，不如擺放同埋形狀方面做啲手腳，等佢有多啲作用。跟住去到 side pod 入氣口方面，亦都跟大隊採用 overbite 嘅設計。跟住成個 side pod 嘅形狀，我自己睇呢都係比較簡單嘅。不過英國 F1 大神 Craig Sparworth 就指出，話呢個 SF26 喺車手後邊有兩個打開住嘅出氣口，覺得有機會係連住鼻頭嘅冷卻裝置，或者會沿住 side pod 清理到之後落到 diffuser 嘅氣流。不過現時難以確定呢個位置嘅真正作用。Air intake 進氣口嘅設計同以往法拉利設計一樣，都係 A 字形，不過睇落咧就圓咗啲啲，同埋明顯細咗。同時車手頭盔後邊個窿同埋側邊都係大咗。啱啱講過話，唔少車隊都會有 shark fins， 可以留意下法拉利嘅設計。呢個 shark fins 咧係一級級樓梯型啊，明顯都係空氣動力學下嘅目的。仲有之前講過平治嘅老鼠窿喺部法拉利都有同類嘅設計，睇嚟一切向好啊！但都仲未夠啊！首先據傳聞指出，話而家圍牆消息入邊話法拉利只係落後平治實力喺麥拿倫之上。之前 The Race 嘅報道指出，話法拉利將會喺3個測試當中有啲操作。首先據報話，之前自家測試賽道 Fiorano 同埋巴塞隆拿 Shakedown 嘅賽車係 Spec A， 話車隊打算用一架簡單啲嘅賽車，先喺季前測試做更加多嘅里數，先針對可靠性嘅問題。
咁最終做到第2多嘅里程，落後第一個平治射入3圈，又唔知算唔算成功呢？同埋呢個講法如果係真嘅話，即係暗示未來法拉利會推出 Spec B。而根據意大利 Auto Racing 嘅報導指出，法拉利會喺巴林季前測試或者澳洲站之間推出更輕嘅新車架，包括會有空靈嘅更新。咁代表住而家車廠入邊其實有更加多嘅新設計，不過只係未生產未拎出嚟嘅啫。唔知我希望法拉利新年進步呢個願望會唔會成真呢？Aston Martin 去到最終第4日先拎到部賽車出嚟，帶到去加泰隆尼亞賽道，仲要據報 Lance Stroll 只係以極低速做咗4個圈，就喺第5圈入站嘅時候喺維修站入口停車，引發咗當日唯一嘅紅旗。最終喺第5日喺阿朗素嘅努力底下，最終成個測試呢部 AM26 即係啱啱好做到多過一個比賽距離嘅307公里。原來其中一個原因早喺25年4月已經出現，我哋可以聽下車隊領隊 Adrian Newey 講咗啲乜。Aston Martin 嘅科技園區仍然喺發展當中，新風洞去到4月先至真正運作，而我自己亦都係上年3月先加入車隊，所以老實講，我哋其實一開始已經落後其他人一步，我哋要去到上年4月先至可以將26年賽車模型放入風洞，但相比之下，其他對手分分鐘喺上年1月頭26年氣動力測試禁令一解除，就已經即刻有模型喺風洞入面，所以成個時間表被壓到好緊。過去呢10個月真係極忙，賽車幾乎係喺最後一刻先真正組裝完成。呢度講嘅最後一刻係真係最後一刻嚟㗎。喺其他車隊慢慢喺廠房度砌好部賽車，再用貨車、陸路運輸賽車同埋零件去到巴塞隆納嘅時候，傳聞話 Aston Martin 係喺最後一刻先用貨機運到去加泰隆尼亞嘅 Girona 機場，所以對佢哋嚟講，能夠喺咁趕嘅情況之下砌到部賽車，可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成就。咁亦都解釋到賽道總監 Mike Pratt 喺4日測試之後讚紅晒咁講：每一次當你搞一部車，你都會咁有感觸，真係一個激動嘅時刻。最尾呢段時間放咗好多心機落去，當然都仲有大把嘢要做。不過今日拎到架車出嚟，我覺得我哋可以深呼吸同埋感到滿意，向所有人嘅心機同埋努力致敬。而部賽車嘅設計就同其他車隊好唔同。首先就係頭翼，唔少車隊為咗更加多嘅氣流入到車底之餘，同時又保持到最高下壓力 peak downforce，所以就會好似呢部 MCL40咁樣，側邊高同埋深，中間就會比較窄同埋短。而呢個亦都係上代嘅設計特點之一。但我哋可以見到呢部 AMR26 嘅頭翼係好平噶，呢個 pushrod 推桿式頭懸掛，個上緣骨 upper wishbone 前高後超低 ，Anti Dive 嘅設定十分之激進，同埋最大嘅唔同就係呢樣啦，佢哋一反其他車隊嘅潮流，側上入氣口使用 underbite， 另外 undercut 嘅角度亦都十分激進。你睇下個頂突到好出，但係個底收得好入。跟住喺 sidepod 嘅中後段，我哋可以見到呢個位有向後嘅開口位置，呢個係一個勁大嘅散熱位。呢個設計同法拉利嘅類似，不過位置後啲，同時開口尺寸亦都係大好多，成個 sidepod 都好低好矮。跟住又想講成部賽車俾我感覺有好多氣流嘅設計，好似望落去已經睇到佢想將啲氣流點樣擺嘅感覺。成部賽車嘅氣動力細節有好多，同例如法拉利 S26完全唔同，所以睇落去完成度超高。呢部賽車令人諗起22年同埋23年嘅紅牛賽車，係咪有啲似呢部 RB19 啊？喺呢部 AMR26 身上真係好有盛世紅牛嘅影子。不過始終只係跑得咁少圈，加上有報道傳出話賽車測試嘅時候俾人限速290公里，未知係咪因為要保護呢個本田 PU， 再加上本田 PU 得呢個車隊用，變相就難以有其他車隊對照，所以我諗呢個 PU 嘅效能同埋穩定性係開季之後會係幾值得大家留意嘅部分。不過相信大家都知道 F1 嚟第一場澳洲站做成個幾月，車隊一定而家繼續有不同嘅新嘅設計，同時利用實地測試當中嘅數據，結合電腦 CFD 同埋風洞做 correlation， 再不斷推出新嘅設計。所以而家睇到嘅嘢未必係永遠，研發原是永恆啊！不過有啲部分嘅設計就比較難一時三刻咁改。例如頭尾懸掛，頭懸掛入邊就係單體式車殼，車手坐喺入邊要改，分鐘要改埋單體式車殼嘅設計，咁就可能要再續撞擊測試。至於尾懸掛入邊，多數就係波箱殼，如果要改分鐘連波箱殼都要改。另外就仲有 sidepod
中文就叫側箱。進氣口咧，一係就上邊呢塊，一係就下邊呢塊，通常咧都係包住單體殼嘅質狀結構，咁啊難啲喐得啦。跟住咧，側箱入邊咧好多時都有大大小小嘅散熱結構，所以成個 sidepod 嘅形狀都只能夠可以微調。而今年賽車有幾個位置，大家往後咧可以多啲留意，因為相信喺賽季發展呢啲位置咧會有唔同研發同埋新嘅設計。首先咧就係頭翼啦，鼻頭咧可以話車隊多年嚟會用唔同設計嘅地方，唔同車隊會設計唔同尖或者鈍嘅鼻頭嚟到控制賽車入底板嘅氣流。鈍嘅就係主動咁樣控制氣流，令到氣流穩定啲，但係最高下壓力咧就低啲。尖嘅咧就放多啲氣流入去，令到最高下壓力高啲，但係咧氣流穩定性就會爭啲。因為鼻頭啊連接住車頭嘅撞擊結構，跟住就睇賽例要求嚟到設計上面夾翻啦。然後咧唔少分析都指出話今年賽車鼻頭底部位置更加精彩，例如麥拿倫嘅設計可能咧都會啟發到其他車隊。不過呢條片咧偏將時間所限，就好難講晒咁多隊車隊。我咧之後都會繼續同大家繼續分析嘅。跟住我哋嚟到頭翼兩邊嘅端板 end plate， 喺今年嘅賽例要求下，賽車多層平面除咗可以設計主動空力之外，同時都收窄咗，仲有取消咗輪胎上面嘅胎眉，輪胎前面嘅部分只係得呢兩塊一大一細嘅端板。但係呢個位置對處理賽車頭轆嘅亂流係至關重要㗎，車隊需要減少呢啲喺度一路轉一路震，每一刻都唔同形狀嘅輪胎所產生嘅亂流，為賽車之後部分氣流帶嚟嘅影響。所以呢個位置從來都係兵家必爭之地。而我哋可以見到啊，唔同車隊會玩端板打直部分嘅形狀同埋角度，可能咧會有啲 cut out 剪咗出嚟，製造帶走亂流嘅氣流。仲有就係玩水平呢塊嘅形狀，或者好似呢架平治咁，會有頭翼導流片，明顯就引導氣流向外走，帶走空氣嘅亂流。前剎車導風管分 brake jet 都係多人留意嘅位置，車隊甚至會喺唔同賽道會有唔同嘅設定，嚟到保持賽車剎車嘅溫度喺唔同賽道都唔好太凍，更加唔好太熱。跟住咧就有唔少人話翻咗嚟嘅 Barchford 導流板，而家咧正式名稱又叫做 Tire Wick Deflector 輪胎亂流導流片。顧名思義就知道佢做緊咩㗎啦。不過啊，因為同當年嘅 Barchford 一樣，位置都係喺頭轆後邊、底板入口前面，所以咧唔少人都叫佢做 Barchford 或者 Barchford Area。呢個喺賽例訂立期間，陸續開咗唔少空間俾各支車隊好好咁管理輪胎亂流、扯走亂流，保持一啲乾淨有能量嘅氣流進入車底，咁先會令到車底發揮最大嘅效用。睇呢部快呢嘅設計就更加直觀啦！呢塊垂直翼片向外指，加埋其他打橫嘅翼片，都係做漩渦帶走頭轆嘅亂流。然後咧就係比較少人講到嘅倒後鏡，喺 F1 倒後鏡都可以成為氣動力裝置㗎。跟住咧就係底板兩側嘅邊緣，車隊為咗做好密封、加強民視效應，一定不斷會喺呢啲位置度推陳出新。呢啲都係一啲我哋預見到喺未來研發當中各支車隊我哋可以用眼睇到嘅部分，希望今季可以同大家多加講解啦。唔知道呢條片有冇導咗你入欣賞 F1 氣動力嘅坑呢？咁另外我喺度都同大家講下以上呢啲分析，咁喺邊度睇翻嚟㗎啦？咁首先咧就係英文 F1 大媒 The Race， 佢請咗個前車隊技術總監 Gary Anderson 嚟到幫手分析，跟住咧就有之前會喺 F1 TV 講下氣動力嘅 Scott Booth， 近年咧就 F1 TV 唔太見到佢，不過咧佢可能會出喺其他人嘅 channel 啦，或者咧自己喺個 X 度講嘢嘅。咁而家 F1 TV 嘅 TED Talk 嘅主持 Sam Collins， 而家咧就未有 F1 TED Talk 嘅，不過咧佢自己亦都喺自己嘅 channel 度咧對唔同嘅賽車進行講解。其實 F1 要睇真係好多嘢可以睇，好多嘢可以學。希望今集同大家分享嘅嘢會令到大家更深入理解車廠工程師嘅成果啦。咁呢度係 F1 9up，我係阿 Ken，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